最近几年，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如今的中国海军已经拥有了2艘航空母舰。不过，对于想要走向深蓝的中国海军而言，这2艘排水量6万吨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显然不能满足要求。而如今，中国又在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合龙的阶段，预计在不久的将来，003型航空母舰就会正式进入海军服役。所以说，003型航母是我国新型航母，并且也会应用众多的高科技。那么003型航空母舰未来的各项指标到底如何呢？根据目前披露出的有关数据，003型航空母舰的满载排水量将会达到8万吨。这艘航空母舰也将会采用常规动力方式，而最让人期待的是，这艘航空母舰与中国拥有的2艘航空母舰不同，采用的是直通式甲板，另外还搭配了电磁弹射器，这也使得003型航空母舰成为世界上第2款使用电磁弹射器的航空母舰。那么未来满载排水量8万吨的003型航空母舰能够搭载多少架舰载机？舰载机的种类又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各种吨位的航空母舰能够搭载多少架舰载机。我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排水量7万吨，能够搭载40多架舰载机，而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10万吨，能够搭载80多架舰载机。按照这样的比例来推算，满载排水量8万吨的003号航空母舰能够搭载大约60多架舰载机，极限状态下能够搭载80架左右的舰载机。这样的数量其实已经非常可观了，毕竟从航母的尺寸和空间上来看，003型航母还要大一些。那么003型航空母舰能够搭载什么类型的舰载机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舰载战斗机，这是航空母舰上威力最强大的飞机，同时也是航空母舰作战力的主要体现。按照海军舰载战斗机的发展现状，估计等003型航空母舰服役时，其搭载的主要舰载机是歼 15B， 也就是如今辽宁号和山东号2艘航空母舰搭载的歼15战斗机的改进型号，就是歼15战机的弹射版本。而在这艘航空母舰服役了几年之后，我国的隐身舰载战斗机估计也能够面世，到时候003型航空母舰就会形成歼 15B 战斗机和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相结合的搭配方式。不过目前看来，歼15舰载战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包括弹射版本，还会有双座的电子战版本，就是类似美国航母上的 EA-18G 电子战机。所以说003型航母除了装备全新的舰载机之外，还装备着固定翼舰载预警机。众所周知，之前我国2艘航母装备的预警机都是直升机为载机，雷达探测距离有限，滞空时间和航程都有限，而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在雷达探测距离和航程都提升，并且飞行速度也快，作战效能会有很大的提升。而除了先进的舰载战斗机以外，由于003型航空母舰采用了电磁弹射的起飞方式，这就意味着新型舰载预警机也能够在这艘航空母舰上出现，而这种预警机应该也会被命名为空警600。同时这艘航空母舰上还会搭配直20和直82款直升机，用于反潜、搜救和运输。而此前海军的宣传片中也曾经出现过无人机上航母的片段，所以003型航空母舰也很有可能会搭载部分型号的无人飞机。这也就意味着这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要比如今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增加不少。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院发布年度例行报告《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再次关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一份发布给美国参议院议员的年度例行报告，这份报告科普性质颇为浓厚，报告内容多以结论为主，目的是让美国的参议员更加直观地了解中国海军的发展情况。虽然报告较为简单，但也反映出美军对中国海军发展情况的认识。这份报告老调重弹，称中国海军已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和维持对西太平洋控制能力的重大挑战。报告再次渲染中国海军是全球最大舰队，中国海军具备区域拒止能力等中国威胁论。但相对去年的报告，今年这份报告重点聚焦了被美方称之为003型航母的中国新型常规动力航母。这份报告中，美国方面认为，此前媒体推测中国的003型航母排水量可能在8万吨到8.5万吨之间。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表明，美国方面低估了003型航母的排水量，003型航母可能更接近美国海军航母的排水量接近
近10万吨。003型航母预计将配备电磁弹射器，这将提高其搭载的固定翼飞机的射程、有效载荷能力。美国方面表示，这艘船可能会在2021年底前下水。报告还推测称，这艘所谓的003型2号舰也即将铺设龙骨，并计划发展核动力的下一代航母。除了航母以外，这份报告重点谈及了解放军正在发展的几个平台，包括水面舰艇、水下舰艇、两栖攻击舰等项目。由于中国采取联合作战的形式应对海上冲突，报告除了介绍中国海军作战平台以外，还重点介绍了火箭军的平台。报告认为，解放军已经部署了2种反舰弹道导弹，东风21D 和东风26。报告提及，东风21和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分别在19年8月的实弹试射演习中成功击中西沙群岛以南的移动靶船。中国也在开发高超音速滑翔体反舰导弹，这可能使中国反舰弹道导弹更难被拦截。除了航母和反舰弹道导弹以外，这份报告还宣称解放军正在发展076型两栖攻击舰，称该型两栖攻击舰或许装备电磁弹射器，能搭载无人机。在解放军的发展目标上，报告继续渲染解放军正在建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报告称，解放军拥有大约350艘军舰和潜艇，其中包括130多名主要水面战斗舰。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约有293艘船。报告称，在新一轮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海军现代化努力，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规划和预算的首要焦点。中国海军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以来，经过25年多的稳步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将在更遥远的海域，包括西太平洋、印度洋以及欧洲周围海域等更广阔的地区开展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建造舰艇、战机和其他武器，还包括了在维修、后勤、人员素质、培训、教育和训练以及演习方面的改进。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海军目前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弱点，这些缺陷包括反潜能力不足、远程情报获取能力有限、联合作战能力不足、人员素质不足、缺乏实战经验和行动经验等，但中国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点。对于中国的海军力量现代化的目的，报告认为，首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台海潜在冲突，成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绝力量的一部分，阻止美国干涉在台海或者其他中国近海地区的潜在冲突。报告渲染称，中国已经在和南海和西太平洋获得了优势，美国海军需要通过研发技术、改变舰队结构、提高战备能力和研发新技术武器来应对中国海军。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海军崛起，美国海军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包括美国海军将大部分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部署，将性能最强新舰艇和战机以及最优秀的士兵派往太平洋，在印太地区维持或增加一般存在行动、训练和演习，以及与印度到太平洋盟友和其他海军合作，扩张美国海军的规模，启动、增加或加速开发新军事技术和装备新舰艇、飞机、无人驾驶舰船和武器的众多项目，开始研究新的作战概念来对抗中国等等。过完国庆，已安装舰岛的003航母如果年内不能下水，也必然会在2022年下水。从辽宁舰服役到003航母下水，10年磨一剑，人民海军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航母。我知道有人会立马跳出来说还没有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和美军相差太多。小兄弟想说的是不尽然，人民海军10年内的战略目标还是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保障海外利益。预测最核心的指标只有2个：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和时间节点。具体指标就是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别看美军11艘核动力航母数量这么多，但常年可供部署的航母只有3、4艘，数量多但不能执行任务，除了放着当摆设，只剩心理安慰了。美海军就经常用两栖攻击舰带垂直起降
将的 F-35B 替代出勤率低的核动力航母，而90年代的常规动力航母出勤率高得多。我们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一个核心指标，尽可能多可供部署的先进航母数量。以美国海军的标准，除了不是核动力003型航母的战斗力还是很均衡，但可能还不够先进。在小步快跑吃透了003型电磁弹射航母后，很有可能会有一款对标尼米兹级的9到10万吨级常规弹射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4型航母，也必然会有一款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我暂且称之为005型航母。再来看未来10年人民海军航母第二个核心指标时间节点，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在003型航母2022年下水，2024年服役的时间线基础上，要实现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时间紧迫，但美帝不会等我们，14-5需要同时开工3艘航母，而目前最成熟的是003型航母基础上改进的004型航母，大概率也是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而江南造船厂也有可能会扩建或者利用现有大型船坞，同时开工建造2艘004型常规动力弹射航母，而核动力航母肯定也会有的，对标福特级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交给大连造船厂。基于以上分析，14-5期间人民海军将会服役1艘003型航母，可能开工建造3艘航母，其中2艘常规动力航母，1艘核动力，这样就能保证3艘新建航母15-5期间全部下水并服役，以较高的航母出勤率执行区域拒止和一带一路护航维稳的任务，尽快完成2030年前服役6艘航母的目标。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